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央视开播来袭，38集深潜，诚意首演特工，谍战题材有好剧追了。38集的谍战大剧深潜要在央八开播啦。谍战剧一直以来都有着一大批忠实粉丝，为啥呢？就因为它那紧张刺激的情节，就像坐过山车一样，一会儿让你心跳加速，一会儿又让你捏一把汗。还有那充满悬疑的氛围，每一个线索都像是隐藏在迷雾中的宝藏，吸引着我们去探寻真相。深潜这部剧背景设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长沙会战前夕，那可是个战火纷飞、局势紧张的年代。日本间谍黑执事在中国偷偷摸摸地潜伏了15年之久，这期间他肯定没少干坏事。他精心策划了一个战略欺骗计划，这计划要是得逞了，那对咱们国家可就太危险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王劲松饰演的云木之察觉到了异样，他可是个厉害角色，肩负着重大使命，就开始深入调查。可谁能想到，这背后的敌人太狡猾了，云木之在调查过程中不幸被暗害，他的任务也就这么中断了。这一下，就像平静的湖面被投入了一颗巨石，整个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和危险了。云木之的儿子云鸿深，由咱们帅气又有实力的程毅饰演。云鸿深得知父亲遇害的消息后，那心里的悲痛就像洪水一样泛滥。他和父亲感情深厚，父亲就是他的榜样和依靠。现在父亲突然没了，他感觉天都要塌了。而且他还掉进了黑执事社的陷阱里，那叫一个惨啊！一边是失去亲人的巨大痛苦，一边又要面对敌人的阴谋诡计，他当时都懵了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那种无助和迷茫，就像一个人在黑暗的森林里迷失了方向，周围全是危险。就在云鸿深最绝望的时候，何中华饰演的杨子明出现了。杨子明可不是一般人，他是云木之的生前好友，而且还是个地下党。他就像一道光，照进了云鸿深黑暗的世界。在杨子明的帮助下，云鸿深慢慢清醒过来，开始识破敌人的阴谋。他就像一个觉醒的战士，明白了自己肩负的责任，决定继承父亲的遗志，走上抗战的道路。后来云鸿深又遇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，就是我方女特工文叶明。莹把这个角色演得特别棒。文叶明聪明机智，身手矫健，是个非常厉害的特工。云鸿深和文叶明刚开始见面的时候，可能还因为一些误会或者不同的立场有点小摩擦，但在国恨面前，这些都不算什么了。他们很快就放下了彼此的矛盾，意识到只有团结起来，才能对抗共同的敌人。于是，这两人就开始携手合作，一起设计各种巧妙的计谋。他们设的局那叫一个精彩，局中局，计中计，就像一个复杂的迷宫，让敌人晕头转向。他们把自己都当成了棋子，为了达到目的，不惜冒险深入虎穴。每一次传递情报，每一次与敌人的正面交锋，都充满了危险和挑战。但他们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过人的智慧，一次次化险为夷。比如说，有一次他们得到消息，敌人要在一个重要的会议上搞破坏，他们就商量了一个计划。云鸿深假装成一个富商，混进会议现场，吸引敌人的注意力，而文叶明则在外面暗中接应，并且寻找机会破坏敌人的阴谋。云鸿深在会议上那可是小心翼翼，既要表现得自然，又不能让敌人发现他的真实目的。敌人也不是吃素的，一直在暗中观察他，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。就在关键时刻，文叶明发现了敌人隐藏在角落里的炸弹，他迅速行动，在千钧一发之际拆除了炸弹，成功化解了危机。这一场戏看得人紧张的大气都不敢出，
就怕他们出一点差错。这部剧的演员阵容那可真是豪华啊！男主角程毅现在可是新生代男演员里的大红人，他不仅长得帅，那演技更是没话说。他演过好多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，每一个角色都像是被他赋予了生命一样。在《沉香如屑》里，他把那种深情和无奈演绎得淋漓尽致，让观众们为他的爱情故事感动得稀里哗啦。在《莲花楼》中，他又展现了超强的演技，把一个复杂多面的角色刻画得入木三分。这次在《深潜》里首次尝试特工角色，对他来说是个全新的挑战。特工这个角色可不好演，不仅要有帅气的外表，还要有敏锐的洞察力、超强的应变能力和坚定的信念。不过大家都相信，以程毅的实力，肯定能把这个角色诠释得非常精彩。女主角影也不简单，她可是颜值与演技并存的实力派女演员。她以前也演过不少谍战剧，经验丰富。在《深潜》里，她的每一个动作、每一个眼神都充满了戏，特别是在那些枪战戏里，她英姿飒爽，就像一个真正的女战士。她和程毅的对手戏也特别精彩，两人之间的默契十足，就像真的搭档了很久一样。除了程毅和颖儿，其他演员也都是实力派。刘欢、侯梦瑶、张天阳、韩成宇、何中华还有王劲松，他们每一个人在演艺界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。刘欢和王劲松那可是谍战剧里的常客了，他们对谍战剧的节奏把握得非常好。王劲松在剧里饰演云鸿深的父亲云木之，虽然前期就领了盒饭，但他的戏份却非常关键。他把云木之的那种睿智、沉稳和使命感都表现出来了。而且他和程毅之间的对手戏也很有看点，那种父子之间的情感传递的特别到位。何中华饰演的杨子明，作为云鸿深的引路人，他把那种沉稳和智慧演绎得恰到好处。这部剧的导演刘国辉那可是相当厉害，他在制作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，对剧情节奏的把控非常精准。他知道怎么在紧张刺激的谍战情节中加入一些温情的元素，让观众在紧张之余也能感受到人性的温暖。比如说，在云鸿深和文叶明并肩作战的过程中，他们之间逐渐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。这种感情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，而是一种在生死考验中建立起来的信任和依赖。导演通过一些细腻的情节和镜头语言，把这种感情展现得非常自然，让观众们能够感同身受。在画面风格上，这部剧也很有特点，它营造出了一种阴暗、压抑的氛围，就像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一样。场景布置也非常用心，每一个场景都像是从那个年代搬过来的一样。古老的街道、昏暗的房间、神秘的情报站，都让人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危险和挑战的谍战世界。服装道具也很精致，从演员们的服装到他们使用的武器，都符合那个时代的特点。比如说，云鸿深的那身西装，虽然看起来很帅气，但也能看出那个年代的风格和质感。女特工文叶明的服装则更加干练，方便她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行动自如。现在的谍战剧市场那可是竞争相当激烈啊，每年都有好多部谍战剧播出，观众们的口味也越来越挑剔。不过深潜还是有很大的优势的，首先就是它精彩的剧情，充满了反转和悬念。就像前面说的那些局中局、计中计，观众们就喜欢看这种烧脑的情节。每一次以为真相大白的时候，又会出现新的线索，让大家忍不住一直追下去。其次就是演员们的精彩演绎，这么强大的演员阵容，每个演员都在用心诠释自己的角色，他们之间的对手戏就像一场场精彩的较量，让观众们看得过瘾。而且程毅和颖儿的粉丝基础也很庞大，
他们的号召力也能为这部剧带来不少关注。再加上制作团队的精良制作，从画面到音效，从场景到服装道具，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非常好。这种高品质的制作肯定能吸引很多观众。虽然深前拍完后等了一段时间才开播，但这也让观众们对它更加期待了。大家都想看看这部剧到底有多精彩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如果它能在央八顺利播出，并且保持高水准的话，那肯定能在众多谍战剧中脱颖而出，成为一部爆款剧。说不定到时候大家都会在茶余饭后讨论深潜里的精彩情节，程毅和颖儿也会因为这部剧再次收获一大批粉丝呢。